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while回圈。那while回圈呢，是当我们在执行程式的时候，我们想要对某一段程式码不断的重复的执行哦，直到我们的判断是 false 的时候，它才停止。那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的判断如果是 true 的话呢，它就会一直不停的重复的执行哦。OK， 那我们直接来写好了。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变数 i， 那它的值是1好了。那我们的 while 回圈可以这样写哦 ，while 先写一个 while， 然后接着空白键，然后再写上我们的判断。假设我们的判断是 i 小于等于5，然后呢接着冒号，然后呢再来接着是写我们 while 回圈里面想要做的事情哦。假设我们想要重复做的事情是印出 i 好了 ，OK， 那我们可以这样写哦。那这边大家注意一下哦，这个while里面的程式码一样哦，要做缩排的动作 ，OK。好，那这边的这个判断呢，跟我们if那边的判断是一样的哦。只要这个 i 小于等于5，这边就会是 true。只要是 true 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进来回圈里面哦。OK， 那假设我们回圈里面还要再多加一行是 i 等于 i 加1，那这句话的意思呢是我们要先看右边 i 会先加1，那 i 本来是1嘛 ，i 先加1了之后变成2，然后再放入 i 这个变数里面，那 i 就会变成2。换句话说就是 i 多了1的意思 ，i 加了1的意思。OK， 那这句话呢我们也可以写得更简洁一点哦，我们可以这么写哦。i 加等于1哦 ，i 加等于1就相当于我们刚刚写的 i 等于 i 加1，也相当于 i 加就是 i 这个变数里面的值加1的意思哦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好了。我们先在外面再印出一个，这边写说回圈结束，然后我们执行看看。好。它会先印出1，然后2、3、4、5，然后再印出回圈结束。那我们这边帮大家顺一下。首先呢，程式码执行它先看到我们定义了一个 i 等于1，然后它进入了while回圈，然后它先看这个条件有没有成立 ，i 有没有小于等于5，有嘛？因为 i 现在是1嘛，所以呢它就会进入我们的回圈里面。它第一件事情呢，先印出 i， 那 i 现在是1，它就印出了1。然后呢，到第二行呢是说 i 加等于1，那 i 加等于我们刚刚说过了嘛，就相当于 i 加1的意思嘛，所以 i 加了1就会变成2，那变成2了之后呢，它会再回来这个上面这个判断是判断现在 i 已经是2了，2有没有小于等于5，还是小于等于5嘛，所以我们又会进来回圈里面，那回圈里面第一件事先印出 i， 那印出 i 现在是2嘛，所以就印出了2。然后呢，又经过这个加1，那经过加1之后呢，现在 i 变成3，那变成3之后呢，它又回到回圈的开头，然后去判断3有没有小于等于5，那还是有嘛，然后它又进入了回圈，然后第一件事情又印出了3，然后3就印出来了，然后加1变成4，然后4再回到这个开头，然后再判断4有没有小于等于5，有，再印出4。然后变成5，再判断5有没有小于等于5，有，然后再印出5，然后再加1变成6，变成6之后呢，再回到这边判断6有没有小于等于5，没有了，所以呢没有小于等于5，它就会离开这个回圈，然后呢继续执行下面的程式码，那下面的程式码是印出回圈结束 ，OK， 那就印出了回圈结束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while回圈哦。好，那这堂课差不多到这边，我们下一堂课会对我们的while回圈做一个练习哦。那我们下堂课见啦，拜拜。